都说啊，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仿佛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会吃。其实，所谓的什么传统菜系，历史都不超过100年。古代中国人确实很会吃，为了活下去啊，什么都能吃。大家好，我是陈无术，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你将听到历史上的财经故事，理解财政、税收、货币、证券的来龙去脉，用财经史理解今天的现实。在明代，老百姓吃饭考虑的可不是这顿饭吃什么、去哪里吃，而是这顿饭吃下去以后有没有力气下地干活。中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1、2千年的历史，从汉朝到明朝的中前期，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发展。一个明代洪武朝的百姓和一个汉武帝时期的百姓，其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本都没什么区别。同样的，国家能抽取的生产剩余也基本都处于同等的水平。这一讲，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华帝国这样的农业帝国，人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温饱线上下呢？现在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所谓的宫廷名菜，基本都跟古代的宫廷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是士大夫吃的东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粗陋不堪。所谓美食，本质上只是人们的一种自我安慰罢了。古代中国饮食的主要特点就是高碳水、有限蔬菜、极低蛋白。晋惠帝说何不食肉糜，这句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没有粮食吃，为什么就不能吃肉呢？比如说北方的游牧部族，他们养牛养羊，这些动物也并不跟人抢粮食，而是吃草。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养呢？主要原因是种植粮食作物在单位面积上所能提供的热量是远高于放牧的。这也就是北方游牧部族人口要少于中原农耕区的原因。如果开辟大量土地种植牧草来养殖牛羊，最终产出的肉类热量是无法支撑这样密集的人口生存的。像蒙古人占领了中原以后，他就曾经提出一个想法，要把中原都改成牧场，但是这个想法最终是打消了。并且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牛是极其重要的一种生产工具，主要承担犁地、拉车这些重体力活。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历代朝廷通常会颁布严格的法律来保护耕牛，禁止私自宰杀，因此牛肉很难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肉食来源。当然也不是说中国人就完全没有肉吃猪鸡鸭这些动物能够消耗农业副产品，比如说米糠麦麸还有厨余垃圾以及田间的野草，还不需要占用专门的牧草地，能在狭小的农家院落中养殖。但是问题在于，这种零碎土地和残羹剩饭的养殖法产出的肉量太少，并且这些动物吃的东西本质上不还是人种出来的粮食吗？现在人们谈的是贫困县，而在经济史上，古代不谈贫困县，因为所有的人都处于贫困状态。古代谈的是果腹县，它指的是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为了延续生命和劳动力所需要的最低食物数量。中国历史2000多年来一直处于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上，到了中华帝国晚期的明代，依然没有发生过质的飞跃。农民长期就在这条线上上下波动，丰年可能勉强吃饱，平年勉强饿不死人，灾年呢只能人吃人。1959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发布了一篇党内通讯，里面说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较紧，按人定量，慢食多吃，hạn食少吃，慢食吃干，hạn食半干，剥稀，这些番薯、青菜、萝卜、果豆、芋豆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较紧。这里面的忙思脚感、hạn食喝稀可不是毛泽东发明的，而是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谚语。这句话表面看是个生活习惯，
实际上是一种粮食管理办法。农忙的时候要干重活，身体没有足够热量撑不住，所以这时要尽量多吃。农闲时体力消耗少啊，可以少吃，就改成喝粥。所以喝粥可不是养生，而是为了把粮食消耗的期限把它拉长。我们现在有一道粤菜的名菜叫爆汁捞饭。什么叫捞饭呢？现在的做法是取一碗米饭倒扣在盘子上，将爆汁浇在米饭上。其实捞饭这个概念明代就有了，但可不是现在的浇爆汁的意思，而是把米煮到7、8分熟以后捞出来再蒸，剩下的米汤就可以留下来，用来泡饭、炖菜、喂养家禽，或者直接当水喝。现在在很多农村地区还有不少老一辈的人平时不太喝水，而是专门喝面汤、饺子汤、馄饨汤，其实就是这种明代捞饭喝汁的习惯遗留下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粮食太少啊，不能让任何一点热量浪费。所以明代百姓的饮食习惯其实就是一套围绕粮食余量而安排出来的生活方式。如果平年已经接近果腹线，灾荒年景会发生什么呢？对农民来说，灾荒一来，最先要动用的就是家里平时备下的东西，比如干菜、薯干、树皮粉，各种能保存的杂物。这个跟毛泽东在党内通讯里说的有几分相似。这些东西吃完之后，人就得吃牲口吃的东西，比如康福、豆饼。牲口吃的东西都吃完了，就还要采野菜、挖草根、剥树皮。朱元璋的儿子被封为周王的朱肃，算是个植物学家吧。他写了本书叫做《救荒本草》，这本书收录了400多种灾荒时期可以吃的植物，还配了图，告诉人们哪些叶子能吃，哪些根能吃，哪些果实能吃。所以他其实只能说算个植物学家。其实他研究的并不是植物学，而是美食学。在中国的史书里，记载的最多的就是这样6个字：岁大饥，人相食。1962年，刘少奇跟毛泽东所说的话就是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说明古代中国的饥饿并不是某1、2次灾难的特殊现象，而是长期悬在农业社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这不是因为中国农民懒更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会种地，恰恰相反，中国农民非常会种地，传统农业也非常的成熟。按照有关测算，中国这套农业体系能把土地的产出压榨到最大。中国的土地生产率独步世界，远高于同期的欧洲。但中国每个农民所能养活的人却又远少于同期的欧洲，这又是为什么呢？讲到这里就要区分2个概念，一个是土地生产率，一个是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看的是一块地能产多少粮，劳动生产率看的是一个农民一年能生产多少粮，能养活多少人。中国传统农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单位面积产量上。以南方水稻为例，高产是建立在长期密集的人工投入之上。水稻种植首先依赖稳定的水利条件，农民需要维护田埂、沟渠和灌排系统，使水田在不同生长阶段保持合适的水分。第二是肥料，传统农业没有现代化肥，土地肥力主要依靠人畜的粪便、草木灰或者河泥以及绿肥来维持。农民需要把这些肥源收集、运输、处理，再投入田地。在土地紧张的地区，农民还会通过复种和间作提高土地利用率。一季收获之后，土地很快进入下一轮的种植。稻麦轮作、双季稻、田边地角的补充种植都可以增加总产出，但这些做法共同的前提是持续增加劳动投入。所以精耕细作指的是农民通过密集的田间管理、细致的肥料循环和高强度的土地利用，把有限土地的产量尽量提高。它确实提高了亩产，但也意味着农民被更深地绑定在土地上。传统中国农业的高产伴随的就是低劳动生产率。1亩地多除1次草，多施1次肥，多修1次田埂，
多灌一次水，产量可能会增加一点，但增加的这点产量往往要靠更多的工时换来，所以农民实际上的劳动投入边际增量是远高于土地产出的边际增量的，甚至产量越高，农民越吃不饱。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农业看起来很勤劳，但依然长期贫困。既然中国人长期在果腹线上徘徊，为什么明代中后期以后人口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呢？很多研究表明，是外来高产作物进入中国以后，提高了食物供给。玉米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明嘉靖10年，也就是公元1531年，最初传入的地区是广西，大约经历了1个半世纪，就几乎遍及全国。甘薯于明万历10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传入中国，最初的引进地是广东东莞，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便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推广开来。马铃薯大约于明清之际传入中国，最初在福建、广东等地都有栽种，其主要生产区发展到了东北北部、西北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等地。由于这些作物适应性强、产量高，而且被大面积推广，因此造成了18世纪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人口大爆炸。评价传统农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只看单位面积产量。中国明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土地生产率较高，但劳动生产率偏低。也就是说，同样一亩地，中国农民可以通过精耕细作取得较高产量，但同样一个农民一年能够养活的人口并不多。这个差异首先来自人均土地占有量。中国人口密度高，尤其在南方水田区，农户可经营的土地有限。为了维持家庭口粮，农民只能在小块土地上投入更多劳动，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亩产，增加单位面积的产出，但同时反而降低了劳动生产力产出，生产更加低效。我们来看同时代的英国，英国农业的单产略低于中国南方水稻，但英国人均耕地较多，农场规模较大，农业生产对单个劳动力的占用相对较少。一个英国农民可以管理更大面积的土地，即使每亩产量较低，每年总产出仍然可能不低。根据研究，明清中国农民大约只能养活 1.5 到2人，而18世纪英国一个农民已经可以养活 2.5 到3人。差距不在亩产，而在每个农业劳动力能够创造多少产出。中国传统农业以谷物生产为核心，牲畜的数量有限，畜牧业和种植业之间的循环不充分，牲畜需要饲料，而饲料往往也可能成为人的口粮，因此农民没有条件大量饲养牲畜，牲畜少，畜粪也少，土地肥力更多依赖人粪、河泥、草木灰还有绿肥，维持肥力又需要大量的人工去收集和搬运。英国农业革命以后，注意这里是农业革命，不是工业革命。畜牧业和种植业的结合是更加的紧密，吴青、三叶草等作物在土地每年产粮的间隙进行种植，一方面可以减少休耕，另一方面可以为牲畜提供饲料，牲畜又可以全年饲养，粪肥增加后再回到土地，粮食和畜产品同时可以增长，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提高劳动效率的农业结构，而不是单纯依靠农民在小块土地上增加劳动。土地制度和经营方式也扩大了中英的差异。中国的农户土地细碎，经营规模小，家庭生产以维持生计为主要目标。即使是农民愿意增加投入，也很难通过规模经营、农具改良或者牲畜扩张明显的提高劳动效率。英国圈地和租地农场的发展使土地更容易集中经营，农场主也更有动力去投资农具、改良土壤和调整作物结构。这样呢，英国的农业生产通过规模化而萌生出机械化萌芽，再加之与畜牧业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所以，中国传统农业在土地生产率上有优势，但劳动生产率低下。而英国农业革命提高的是劳动生产率，使一个农民能够支撑更多非农业人口，而把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也就是后来英国能够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到了20世纪，中国依然发生过数次的大饥荒，尤其是1959到1961 3年大饥荒，是人类进入现代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发生在和平年代的饥荒。很多人说，后来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靠的是杂交水稻。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杂交水稻确实提高了水稻产量，但现代粮食增产是很多因素一起作用的结果。首先是政治原因，一方面再也没有出现像大跃进这样不可理喻的全国性运动，另一方面也再也没有出现在自己还吃不饱的情况下把粮食无脑的对外援助这样的情况。第二是粮食种类的增加，不光是水稻，还有小麦、玉米和其他作物都通过农业科技的发展改良了种子，各种作物的产量都提高了。第三是化肥的大规模使用，让土地在高强度种植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保持肥力。第四是灌溉、水利、农田建设提高了农业的抗灾能力。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成为了现代经济的组成部分，使农民成为农业这种现代产业的生产者，而不再是国家单方面掠夺的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21世纪，吃饭问题不再是经济问题、科技问题，而是政治问题。